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成功大学电机系李顺仪老师。那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这个摩柯斯的课程。那在这个摩柯斯的课程里面，这个单元我们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个疲劳驾驶的侦测系统。那我们也分成2个单元，一个是我们的动机跟架构，另外是一个成果与展示。那在这个纲要里面的话，我们主要就是也要跟大家介绍，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动机。那另外我们到底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一些事情？还有呢，我们又有一些情境的一些展示，提供给这个大家做参考。另外呢，最终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那我们也会做一个总结。那首先的话呢，我们知道在美国或者国际的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组织的话，其实大家都很困扰这个发生的交通事故，每年都有非常多的交通事故发生。那由这个组织他们就去探讨酒驾一般是最大宗，大概有33%。另外有些开车非常快速的啦，大概也占了28%。不过其中有一部分的话，占的比例也相当高，那就是疲劳驾驶，大概有12.6%。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从这里面有没有办法透过生理的检测来了解你的这个疲劳的指数，那能够适时提醒你。在这个交通事故里面呢，基本上我们其实最关心的是公共安全的问题比如说大卡车的司机啦，或者就是客运的这些司机。通常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其实造成的伤亡是非常的惨重的。所以呢，针对这个公共客运的这些司机啦，如果在打瞌睡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提醒他，或者在这个客运的这个指挥中心，他们能够知道。否则的话，以目前来讲，如果你没办法做这样的功能，常常就很容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那当然，我们从这个现有的技术最常用的就是用这个脸部的辨识。不过我们在这个脸部的辨识的话，它基本上没办法能够完全去抓到说你到底是不是那个疲劳驾驶。所以也就是说，因为它错误发生几率比较高，也就是说它常常会发生这个 false alarm， 所以被大家接受的程度当然就不高。那假设我们要提高它的准度，或者我们希望能够及时，或者我能够在你还没疲劳之前，或者要接近疲劳的时候，我就慢慢能够侦测到你已经开始进入这个疲劳的状况的话，能够提早提醒你。那就是说，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呢，那基本上不单单只是脸部的辨识，那个生理的讯号的监测也是另外一种选择。所以呢，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什么？首先的话，我们一样就开发这样的一个系统那在前端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讯号的检测。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的检测主要就是心率啦还有血氧可以透过这里面可以知道一些血压的一些状况。那从这里面去分析跟辨识你的这个疲劳的指数。那再经过这个载具啦，或者手机的这一些运算啦，那可以及时提醒你，甚至把这个资料能够送到这个云端，让这个中央控制中心能够了解目前这个驾驶员的状况。那万一就发现这个驾驶员是要接近疲劳的时候，能够提醒他，那换另外一个这个驾驶。所以呢，首先呢，在我们这个接触端的话，就需要一些类比前端的电路啦。还有一些讯号处理啦，一些演算法，来让我们这个资料变得是有意义的。那我们这个原始资料这些 raw data 的话呢，乍看之下不知道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透过我们的讯号分析，知道它的时域啦、频率啦，还有不同的这个讯号的这个检测，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它的这个生理的意义。当然，有一些运算我们可以在硬体上面做，那有一些我们可以在手机 APP 上面因为现在的手机就像一个智慧型的这个电脑一样所以我们有一些演算法也可以再进一步在这边分析来减少这个错误率。
那这个整个分析的结果，或者我要做更大数据的这些分析，我可以把它送到云端，透过这个这个伺服器也比较大的这个运算量，那我们可以来监控啦，或者监控更多的驾驶员，那提供更多的这个服务。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是从这个驾驶的这个生理讯号里面，那我们想要去了解它的这个心率，那另外从这个心率去分析它的心率变异性，我们叫 heart rate variation HRV。那去从这里面透过傅里叶转换去知道它的高频低频的一些特征，那另外的话呢，想要知道这个血压的状况，那多一些生理参数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辨识的准确率能够提高，那另外呢，再加一个血氧的侦测，那可以知道它整个这个血氧饱和浓度，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二氧化碳这个增加的时候，你血氧饱和浓度降低的时候，事实上是比较容易昏睡的。所以呢，在前面的这个检测端的话呢，为了达到刚刚4个生理讯号的这些特征的话呢，那我们主要检测的生理讯号主要就有2个，一个是心率，一个是血氧 PPG。那在中间的话呢，再从这个2个生理讯号，我们是得到4种特征，一个这个心率变异性的高频低频的讯号，还有它的比例，另外可以知道说可以分析它的这个 heart rate 的大小，还有看到它的这个血压，还有它的血氧饱和浓度。那把这4个特征的话，我们再送到这个机器学习，那进一步的去做分析跟辨识。那提高它的辨识率。那首先在心率的部分的话呢，当然我们主要就是 R 波的检测，还有 P 波的检测。那可以知道说我今天这个心跳目前你有几下。那在我们这个临床里面，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 heart rate variation 在变化变小的时候，基本上是有一些疲劳的症状发生。好，所以我们就是主要是抓这个QRS 波，那从这个 R interval 这里面可以知道它的心跳的这个快慢，那每一个区段的心跳，我们把它分析出来，可以知道它的心跳的变异性。那从这个变异性的话呢，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分析，知道它高频低频的成分，进而了解它的疲劳指数。所以呢，透过这个变异性的话，要了解它的疲劳指数的话，我们还要经过一个傅里叶转换器，那去抽取它的高频低频的成分。那再来的话呢，从这个血氧里面，那我们可以搭配这个心率，去得到它的这个血压的变化，那在这里面的话呢，就透过这2个生理讯号，能够准确的去知道说它的血压。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是透过心率啦跟 PPG 血氧饱和浓度的运算，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它的脉冲传输的时间。那这里面有2个很重要的参数，一个就是PPDB， 还有一个 PTBT。那 PTB 的话呢，就是从 R 波下来到这个血氧的讯号的波谷。那 PPT 的话呢，就是 R 波出来到血氧浓度的波峰。那从这一边的这个讯号的资讯，我们透过后续的这些运算，可以了解它动态血压的变化。那在这个血氧饱和浓度这一边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透过这个红光跟红外光的检测，去了解血氧饱和浓度。那透过这个 Beer-Leben 的这个法则，可以去运算出我这个 SpO2。那这一部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透过红光跟那个红外光的这个比例，可以知道说 SpO2 的变化的这个大小，那可以了解你目前你的血氧饱和浓度的状况。那接下来再把这一些资料去进一步做这个资料的处理，还有资料的分类，
哦，那分类出来判读，就是说现在你目前的这个疲劳的指数到底是有多高？那首先在资料的这个前处理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些特征的截取啦，还有这个特征向量的分析。哦，那再来就是说透过support vector machine，哦，那就是向量机，我们来去看说它的这个权重啦，哦，还有就是去设定它这一些阀值啦，还有经过这些运算，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值里面去了解目前你的疲劳指数的状况。那在我们采用这个向量机的这个方法就是支持向量机的这个方法的话呢，基本上主要就是说在一群这个原始资料里面，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平面把它拉到空间里面去做分析，那来提高我们这个辨识的准确率。那另外我们就是透过不同的这个生理讯号的特征，也透过这样来提高我们的辨识率。所以这些结果的话，当然为了要让使用者能够了解目前的状况，那我们也做了这个手机 APP 的开发。那首先这个 APP 进去的话，有一个 login 的一个系统来检查说你目前的使用者是哪一位。那接下来的话呢，在这里面我们会有一些你目前的位置，所以是有一个 Google Map。另外你是目前驾驶的时间，还有目前你的这个疲劳的状态，如果有发生这个接近疲劳的时候，在手机上面也会提供这个 alarm，来提醒你，就是说你可能需要休息。那这些资料也同步了，把它送到云端的伺服器里面，一方面也是做一些这个安全的监控，一方面也可以做一些大数据的分析。可以了解你一天这个工作的时间是不是有超时啦，或者就是说你是不是今天是比较疲劳啦，需要这个休息啦，或者就是说需不需要目前这个为了大众安全需要换驾驶员，所以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三个步骤的这方面的处理，包括讯号的截取啦，手机 APP 的这个人机界面啦，到云端的大数据的分析，透过这样的结合的话呢，可以建构一个疲劳驾驶的一个安全系统。好，那在伺服器端的话，主要是透过这个 PHP 的这个排程那把它编排以后，那变成一个资料库，存储在我们的伺服器。那随时驾驶员或者就是需要的人员或者这个监控中心它可以从这里面随时来了解每一个驾驶员他目前的生理状况。那这个单元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我们接下一个单元，我们再针对这个疲劳驾驶跟大家介绍我们所做的一些成果，还有一些展示。那谢谢大家。